你敢相信吗？一场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举行的会议，进来了东盟10国，加上中国、日本、韩国35所大学，67位国际关系主管。他们谈的不是交换多少学生，也不是办几个夏令营，他们谈的是更深的一层。AI 时代，大学到底该培养什么样的人？谁来协调标准？谁来先把规则写出来？这次会议的全称是第13届 ASEAN+3高校国际关系主管会议，由南洋理工大学主办。参与方包括东盟10国高校代表、中国、日本、韩国高校代表，还有东盟大学联盟，总共35所大学，67位代表。这个数字本身已经说明它不是礼节性碰面，更关键的是主题。它谈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合作，而是 AI 时代高等教育战略伙伴关系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大学接下来怎么改课程，数字基础设施能不能共享，数据治理怎么协调，教师怎么培训，学术诚信怎么重新定义，跨国合作怎么升级。南大公开提到，这场会议的成果已经不只是交换意见，而是往共同开发帮助大学推进数字转型的决策工具走。你会发现，过去大学讨论的是我们能合作什么，现在讨论的是未来大学应该长什么样。这个层级一变，性质就变了，它不再只是交流，而是在试着把一套区域规则先搭起来。接下来更重要的问题是，为什么偏偏是现在？过去几十年，全球高等教育的很多规则基本都是欧美先定义。你熟悉的大学排名体系，像 QS 的，你熟悉的通识教育框架、学分制度、学院治理传统，很多都来自欧美。亚洲长期更多是在学习、在适应、在追赶，但 AI 把这个局面突然打断了，因为这一次没人真的有标准答案。AI 时代到底该教什么？考试还有没有原来的意义？论文怎么防止生成式工具介入过度？学生真正需要的是知识储备，还是提问能力、判断能力、协作能力？大学老师又该怎么转型？欧美没有现成模板，亚洲也没有，这反而带来了一个非常少见的窗口期。全球教育规则进入了重新洗牌的阶段，谁能先形成区域共识，谁就可能影响未来的人才标准。这个变化很关键。过去亚洲是在追赶欧美定义的教育，未来亚洲第一次有机会共同参与定义未来教育本身。也正因为是重置窗口，谁来当这个协调者，就变得特别敏感。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这个位置不是在更大的国家，而是在新加坡？这可能是整件事里最值得深挖的一层。为什么不是北京，不是东京，也不是首尔？答案恰恰可能来自新加坡不够大。听起来有点反直觉，但在亚洲教育合作里，这反而是优势。因为中国、日本、韩国彼此之间本来就存在竞争关系，东盟内部的发展水平也差异很大。如果由任何一个区域强国来主导，其他参与方多少都会有顾虑，担心议程被带走，担心标准被单边定义，担心合作最后变成影响力扩张。新加坡的特殊性就在这里：第一，它没有霸权焦虑；第二，它跟各方关系相对稳定；第三，它长期就是国际平台型国家，擅长把不同利益方组织到一张桌子上；第四，它在教育、科研、治理上又足够专业，不是纯粹提供场地。所以新加坡最大的优势不是最强，而是最容易被接受。在跨国教育合作里，信任有时候比规模更重要，因为真正能写进规则里的东西，不一定来自最强势的一方，往往来自最被信任、最能协调分歧的那一方。那新加坡靠什么建立这种协调力？核心不是口号，而是一种很少被说透的能力。很多国家输出的是自己的模式，新加坡更特别，它输出的其实是一种整合能力，或者说翻译能力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新加坡本身就是一个教育混合体，它吸收了英国体系里的荣誉学位制度和学院治理传统，也吸收了美国体系里的跨学科教育、创新创业生态、课堂表达文化，同时又保留了亚洲教育里很强的数理基础，
学习纪律和执行效率，所以它天然就能同时理解几种不同的教育语言。它可以把欧美经验翻译成亚洲可落地的实践，也可以把亚洲的真实需求翻译成国际上能接受的标准。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新加坡真正厉害的地方，不是简单照搬欧美，也不是把自己包装成唯一正确答案，它更像一个转换器，把彼此不兼容的体系先翻译，再协调，再变成可以合作的框架。AI 时代尤其需要这种能力，因为未来没有一套现成答案可以直接复制，大家只能边试边改，边协商边形成共识。而在这种局面里，最有价值的不一定是声音最大的人，而是最能让不同系统对上话的人。再往下看，你会发现这已经不只是教育合作，它正在变成新加坡新的软实力。过去提到新加坡的软实力，很多人先想到的是金融中心、全球航运、国际仲裁、法治环境，这些当然都成立。但现在另一种更深、更慢也更持久的影响力正在形成，就是人才规则影响力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对未来一代人怎么被培养这件事的参与权。如果未来亚洲越来越多大学开始推进 AI 课程共建、学分互认、教师联合培训、数据治理框架、学术诚信标准，甚至数字学习平台共享，那谁来协调这些事情，谁就会拥有长期影响力。因为教育的影响力不像资本那样来得快，也不会一夜之间看见回报，但它一旦形成，会持续很多年。今天参与制定课程的人，影响的是10年后的工程师、15年后的外交官、20年后的企业家。真正的竞争，从来不只是争今天的资源和排名，而是争未来一代人的思维方式。谁能更早进入这个层面，谁就更可能在下一轮区域竞争里占据主动。所以这场会议真正值得家长关注的，不是它有多热闹，而是它在悄悄改变一件大事。未来亚洲学生会按什么标准被培养？这是亚洲大学在一起摸索 AI 时代的教育转型。亚洲真正争夺的不只是技术，不只是排名，而是未来人才如何被培养的定义权。新加坡现在想完成的其实是一次角色升级。过去它是亚洲留学目的地，后来它是全球人才中转站，未来它希望成为亚洲教育共识的协调平台。它未必拥有亚洲最多大学，也未必拥有亚洲最大市场，但它想做到另一件更关键的事。当中国、日本、韩国和东盟需要坐下来讨论未来教育时，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地方是新加坡，因为真正决定国家竞争力的，不是今天谁拥有更多毕业生，而是谁能参与定义20年后亚洲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。这场会议没有巨额订单，没有铺天盖地的热搜，却很可能比很多轰动新闻更重要，因为它讨论的不是下一季度的 GDP，而是下一代亚洲人的思维方式。那如果 AI 真的会重写教育，你觉得最应该先被淘汰的是什么？是标准化考试，是传统课堂，还是一张文凭决定一生的旧路径？你也可以直接说，如果让你重新设计 AI 时代的大学，你最想改掉什么？评论区告诉我。你也可以顺手写下你的判断：北京、东京、首尔还是新加坡，谁更适合成为亚洲教育协调中心？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记得点赞转发并订阅频道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